那不是田园小满吗？那个爆火的田园博主。就是他，粉丝几百万的那个，专拍种植美食手做的，他的视频可下饭了。这段雨声不错，回去可以配雨后采摘那期。相机，我的素材怎么全没了？这又是哪儿？林小满，醒了就自己滚下去！你是谁？还装傻？你娘早死了，你爹也不在了，我这个继母把你养到现在，林家已经仁至义尽了。那是你娘留下的旧院，以后你住那儿，别再回林家讨饭。这女娃就是林家赶回来的那个。这荒年把人丢破院里，跟送死有什么区别？这是院子的钥匙，是死是活都是你的命。林小满16岁，母亲早亡，父亲病死，继母长家后克扣饭食，灾年缺粮，林家不愿再养他，今日把他赶到母亲留下的荒院。我爹留下的粮呢？林家哪还有余粮？你要真有本事，就自己在这荒院活下去。莫名穿越到这里，设备没了，人也换了，得先想办法活下去。土还没死，只是缺水。这硬饼是刚才那女人丢给我的最后口粮，麻绳也是她塞的，估计是想让我找个地方吊死吧。想得美，我偏要活。这是野菜马齿苋，周围干空一片，它怎么会长得这么好？这是什么东西？药瓶吗？里面还有水。这马齿控竟然被催生了，怎么可能？这不是普通瓶子。哎呦喂，这破院子你也敢住？你是谁？隔壁的。你娘以前住这儿，我见过你小时候。你继母是真狠，这地方连狗都不愿意待。你看这屋顶漏成筛子，那灶房烟道都塌了，水缸裂成那样，连水都存不住，墙根都空了，一阵风都能吹倒。晚上要是下雨，你连个躲的地方都没有，总比没地方去强。嘴还挺硬，你这身板撑不过3天。拿着，别说我没提醒你，入夜前把火升起来，不然晚上冻死你。你为什么帮我？帮你？哼，我这是怕你死在这儿，晦气到我家门口。有柴就能生火，有火就能熬水，有水活路也就有了。这份情我记下了。荒年里人心比天还冷，粮能换命，命也能换粮。这种东西能催生植物，一旦被人知道，我连命都保不住。这个瓶子回头好好研究一下。门挡不住人，至少能挡一阵风。窗纸破了，灶房还漏风，这院子够破的，晚上一定不能睡死。生存第一步就是水源，得找找有没有水。有水，但不能直接喝。先沉淀。碎石蓝大渣，细沙绿泥，草灰鸭味，就不再蓝一遍，水就干净了。还不够，得烧开，杀菌。根留下，有了小玉瓶，以后可以继续收割。
第一顿算活下来了。家里已经没有能吃的东西了，再不出去找，撑不过2天。只能去后山碰碰运气。芥菜苗还没长开，可以带回去种在院子里，用小玉瓶催生。野葱也有，味道冲，能提味，还能压一压野菜的苦味。蒲公英根在，叶没出，苦是苦点儿，但能清火，也能填肚子。木薯还是带汁的，这种白汁里有毒，沾手还好，进嘴就要命。生吃会吐会晕，重的可能有生命危险，得处理干净。差不多了，再多这身板也背不动了。我叫陆长顺，是你隔壁家的。这是我娘让我给你的。看来是昨天那位婶子。这是你从后山挖的？坡下那片。你别动，别吃，我去叫我娘。你挖了后山的白皮根？这东西你也敢往家里带？不要命了！我知道它有毒，知道有毒你还留着？你是嫌自己命长，还是想拖累旁人？它不是不能吃，是不能乱吃。你说什么？这个汁有毒，生吃会中毒，随便煮一下也不行，要处理干净才能吃。你一个小丫头，哪来的这些说法？先把外皮和内层粉皮削净，切成薄片或细条，放进清水里泡，至少泡1昼夜，中间要反复灌水，把毒洗掉。下锅要大火煮透，不能加生。泡过的水和头一锅水都要吊掉，不能喝，渣也不能喂牲口。你确定这样能吃？我见过人这么做。荒年里能吃的东西不多，要是真能成，是条活路。但你这法子，我听着心里没底。要是有半点差错，吃出事儿来，可不是闹着玩的。所以我只打算先试一点，你自己心里有数就好。要是有哪儿不对劲儿，头晕、恶心、难受，立刻跟我说，别硬撑。我知道。前院太显眼，还是造房后的小地安全些。先试一小块，够吃就行。省着点用，先放到水里稀释一下试试。这样应该能多用几次。稀释后果然效果弱了，但还是能催熟。接下来就等它们完全成熟了。成了，能吃，口感还不错。再趴着看，门都要被你压坏了。我娘让我来看看你有没有事。我没事。林丫头，头晕没有？恶心没有？没有。娘，她刚才吃了2口都没事。婶子，你尝一口，确认一下味道和口感，看看能不能当正经吃食。没苦味儿，也不麻，有点香糯。
还挺顶饱的。你这丫头真有本事，居然把这带毒白皮根弄成能吃的了。以前村里人都当它是害命的东西，谁也不敢碰。不是不能吃，是没人会弄。既然能吃，还能顶饱，要是烙成饼，婶子，这白皮根做成饼，是不是可以拿去镇上卖？卖这个，真有人买吗？这种饼成本低，只用没人要的白皮根和野菜，卖的便宜一点，总有人买。你这丫头，才被丢过来没2天，就开始想着做买卖了？不想办法挣钱，迟早活不下去。镇上倒是有能摆摊卖吃食的地方，但这年头乱得很，得有路子。我哥常年走镖，肯定知道路子。我也可以帮忙挖白皮根，山上哪片多我都知道，还能帮搬回来。你倒是积极，我力气大，帮你干活，你给我管饼就行。小满姐，就在那片坡下，平时没人敢挖，所以白皮根很多。这片土松颇有背阴，难怪根长得大。你看，我没记错吧？记性不错。我就是山下跑得多。别急，顺着根边慢慢拨土，别直接往下铲，先把周围的土松开，再一点点往外带。这样，别硬拽。还有，尽量别让断口露出来，枝叶沾到手会麻。挖出来就用草叶包住，小心点儿，别伤了根。哇，拔出来了！小满姐，这个大！慢点儿，挖根不是拔萝卜。我知道了，小满姐。应该够了。今天先做一批柿饼，不能贪多。我还能背。你能背，不代表灶能烙得完。吃食做多了放坏，就是浪费。听小满姐的。木砂要煮到这种软糯才行，入口才会带点自然的甜味，粉粉的、绵绵的，压出来才细腻顺口，做成饼才香，一点硬芯都不能留，不然咬到会发干发涩，口感就断了，吃着不顺口。野葱一热就出香，带点辛辣又清甜，野菜添点清口的味道，就算没盐，也能吃出层次来。饼要压得薄一点，边缘才会烙得脆，咬下去先是酥，再是里面的软糯，越嚼越有甜味。火要慢慢来，让水汽一点点逼出来，外面才会干香。两面都烙到这种金黄，拿起来不粘手，掰开还能看到里面细细的软丝，吃起来外脆里糯才算成。你先尝一口。好吃吗？好吃。如果有盐，味道会更好一些。哥，你回来的正好。村里有人把白皮根做成饼了，还要拿去镇上卖。白皮根？就后山那个毒根，可他吃了没死，我和娘也吃了，也没死。他是谁？小满姐，刚搬来的邻居，可好看了。带我去看看。看啥？看饼。哥，就是这儿。他一个人住这儿？小满姐可厉害了。小满姐，我哥来了。长安，怎么今天回来了？这几日休休。我叫陆长安。林小满。听长顺说，你想拿这个去镇上卖。想试试。陆大哥熟门路，麻烦帮我看看这东西有没有销路。
这东西能放多久？至少半个月。哥，怎么样？好吃吧？味道不错，有嚼劲儿，也有野葱香，关键能顶饱。镇上会有人买吗？若是赶路的脚夫、车夫、杂役会买。镇上能卖吃食的地方有3个：茶棚外、粮铺后街、脚夫巷口。茶棚外人多，但摊主会赶生人；粮铺后街人杂，容易被盯上。那去脚夫巷口。对，他们要顶饱，不挑精细，只要价钱合适，能开第一批口碑。若你愿意带我去镇上售卖，所得银钱55分。55分？不合适吧？我不熟路，也不懂镇上规矩。陆大哥出的不是脚力，是路子和风险。镖局近来生意不稳，押镖次数少。若这饼真能卖，家里也能多一份进粮。明日我可以带你去镇上。哥，我也要去。可以，正好家里物件也该添了，你跟我去置办。太好了！还有一件事，陆大哥请说。你想卖多少文一张？1文1张，可以。第一次试卖，价低些，容易开口。先把人引过来，再看情况。好，那就1文1张，先试一趟。路上注意安全，早点回来。放心吧。你跟紧你哥，别乱跑，别乱说话。知道了，娘。走吧。这一片原本是麦地，前阵子旱得厉害，苗没抽齐，后来又下了几场急雨，地表冲松了，根没扎稳。上面旱裂，下面闷湿，根系透不过气，难怪庄稼又黄又矮。那边种的是豆，虫灾过后能留下来的不多，村里人怕颗粒无收，很多还没熟就提前割了。不是完全没救，是没人敢等。灾荒年里，人怕饿，地也被逼提前浇灭。以前这几块地可绿了，现在大家都说今年能收1半，就算祖宗保佑。不是1半，按现在这样，能有30%都不错。土要先松，水要能排，种子也不能乱撒。看出什么了？地没死，只是被折腾得太狠了，要慢慢养回来。小满姐，你还会养地？会一点。卖什么的？山根饼，味道好，顶饱。山根？没听过，别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吧？这饼看着倒香，可这么薄，能顶什么饿？可以先尝一口。还真有葱香。外边脆的掉渣，里头却软糯的很，越嚼越香，一点也不噎嗓子。真有这么好？你自己尝。比我刚买的杂粮饼顺口多了，还带点回甜。这葱味真香，嚼开了还有股淡淡的甜味，越吃越有滋味，嘴里都舍不得停，不是那种死硬饼。这个真的顶饱，我早上吃半张，到现在还不饿。多少钱一张？1文1张。1文？这么香这么大的饼才1文？镇口那硬的跟石头似的杂粮饼都要2文，你这才1文？这个干放也能存，放半个月都不坏，路上带着慢慢吃也行。还能放这么久？那赶路带着可太省事儿了，这价也太实在了。给我来2张，我也要，给我来3张。您拿好。真这么顶爆，还能放半个月？给我也来1张。这饼有意思，葱香压得住粗味，还耐放。再给我2张。还有没有？我也要2张。大叔，已经卖完了。明儿还来不来？我们明天还是这个点来。好，要准时来呀，我一定要买到。没想到这么快就卖完了。钱你收好。小满姐，我们真的全卖完了，这么多钱呢！陆大哥，我们分开买吧，这样快一点。我去置办需要的东西，你们去挑些家里用得上的。半个时辰后在镇口集合。好，你小心点儿。盐得先买，没盐什么都做不成。猪板肉要1块，能榨油，还能留点肉吃。再买点种子，还有粗粮，不能只靠吃木薯。
粗盐便宜，撒点没事。姑娘买盐。粗盐2小包。姑娘，这一层干净些，拿回用着顺口。多谢老板。这块肥肉厚实，炸出来的油肯定不少，剩下的油渣还能拌野菜炒着吃，或者煮着也香。姑娘要什么肉？这块板肉我全要了，多少钱？这块肉卖的不好，边角多，算你10文1斤。这一块差不多2斤半，给你算20文。行，就按这个价，我全收了，帮我切块。好嘞。细粮贵，先买粗粮顶着，能撑日子。要多少？粗粮1斤3文钱。来1小袋粗粮，先称2斤。造房后那块小菜地不能空着，豆芽最省事，泡一泡2、3日就能长，再移到土里。小白菜长得也快，几天就出苗。萝卜稍慢些，1个多月才能吃上去。小玉萍催一催，长势更快，收成更快。眼下要活，先顾得上嘴，再慢慢打算以后。姑娘要种子啊？我们种子多，都是新收的，长得快。小白菜种，萝卜种，再来点黄豆种。好嘞，这几样长得快，见效早，正适合现在种。哥，这把铁头要不要？出刃后看着结实。挑耐用的，这种榆木柄的比松木的扛折，拿这把。小满姐，你买了这么多，够用一阵了。那我们回去吧。先吃点儿，垫垫肚子，回去还有路。还有饼，小满姐，你什么时候留的？特意留的，不能把自己饿着。小满姐真好。娘，我们回来啦！娘，我们全卖完了，一张都没剩。全卖完了？都卖完了，你让买的东西也买全乎了。陆大哥，先进院吧，我们把账算一算。真卖了这么多？一共82文。我们先前说好，卖饼所得5分，我们各41文。陆大哥，这一赔是你的，这5文是我分到的，再加上这些东西，就是我那一半了。忙了一天，就剩这么点儿。 5文钱撑不了几日，所以明天还得继续做。5文买不了多少盐和粮，更修不了这座破院。卖饼能赚钱，但要赚更多，就得把饼做得更好。光是填肚子不够，要让人一吃就记住味儿。明天试着把板油炼出来，刷在饼面上，再把油渣切碎拌进面里，香味会更足。再加一点盐，味道更稳。要是能配点嫩菜叶，口感也会更好。眼下最要紧的是先把菜种下去。灾荒年里，每一粒种子都不能浪费。先试一点，不能贪多。这块靠灶房，火气还在，土温高，小白菜出蘑快，就种这儿。这边土深一点，萝卜得往下长根，放这儿还有地方深，墙根挡风，水也不容易散。黄豆怕折腾，就种这儿。草木灰不能多，多了烧根。薄薄一层，压虫也能让土松一点。出来了。真的发芽了。
只是催生，还能疗伤。喝了我的水，就要帮我守住这个秘密哦。肥肉榨油，油渣能入饼，能当菜。这油平日里炒菜、拌面都用得上。先用冷水起锅，慢慢逼油，不能急。水在冒，油也出来了，火大了就容易糊。声音变了，说明油开始真正出来了。受热要均匀，油清色亮，说明火候对了。现在刚刚好，再多一会儿就苦了。你倒是会挑时候来。连你都觉得香，那就成了。别乱跑。油渣增香，盐稳味，嫩菜提清气，入口不能只有油，要有层次。快好了，小黑。小满姐，这味儿比昨天还香。你把那板油用进去了？对，刷了薄薄一层，还加了油渣。普通饼卖1文，这个可以试着卖2文。2文，人家肯买吗？来，长顺，先尝一口。香，比昨天那个好吃多了，有油味儿，还有点脆。软糯里带着油渣的脆，吃着不干也不腻。这饼肯定值2文。小院什么时候多了只小黑猫？昨晚跑来的，叫小黑。分了2种，普通饼1文，油香饼2文，香味更足。试试看能不能卖给舍得多花1文的人。能卖。我就说能卖，这个香得很。天色不早了，出发吧。姑娘，今日可给我留2张。哎，昨日那个山根饼还有没有？给我先来3张。有，今日带的比昨日多。今日有2种饼，普通山根饼1文1张，油山山根饼2文1张。这2个看着就不一样，这个油纸包的香得多。2种饼都一样顶饱，油香会更香些。那普通的先给我3张，我要2张油香的。这油香饼香得勾人，油味直往鼻子里钻。这个香比昨日那个还香，饼边酥脆，里面软糯，油渣在嘴里爆开香味儿。再给我来1张油香的。好嘞。给我1张油香的，我尝尝。给我3张普通的，能填肚子就行。我赶远，给我2张油香的，路上吃着有味儿。姑娘，你这2种饼卖的可真快。老板有事。你们每日背来背去也累，不如把饼放我这茶铺里代卖，我帮你们卖，卖出去抽成。怎么抽？抽1成。这事儿我们回去商量，明日给您准信儿。
行，静候姑娘佳音。茶棚老板的话，你怎么想？是个不错的路子。你现在是休沐日，能陪我们出来摆摊，等过几日回去当值，就不能日日出来了。确实如此，不过也不能急，回去考虑好再决定吧。你也要跟？小黑，慢点儿。货源不能断，但也不能一次挖空，留根留枝，后面才有得长。小黑，这是灵芝，发财了！小黑，你可真厉害！这东西看着年份应该有3、4年，再用小玉瓶养一段时间，肯定能卖个好价钱。居然还有一片野生黄芪。今天差不多了，我们回去吧。这些黄芪处理一下，明天进镇就可以找药铺卖掉。这是在吸灵气。这瓶里的水好像比刚才多了一点点。看来一株药材中的灵气只能被吸收一次，但其药性似乎并未减弱。姑娘，昨日我说的代卖之事，你考虑的如何？我正要好您说这事。我帮你们卖饼，抽1成。客人本就在我茶铺歇脚，买起来方便。可以，但规矩要先说清楚。姑娘，你说。第一，饼价不能私自改，普通山根饼1文1张，由南山根饼2文1张。以后若要变价，双方先说清。这是自然。第二，当日货当日账，卖出多少记清楚多少，不能拖欠。可以。第三，以后由茶铺派伙计到清溪村取货，我们不日日来镇上守摊，辰时前取货，取货时当面减数。你这姑娘年纪不大，账倒想得细。生意做长久，账必须细，还要写清楚。饼离手之后，若受潮、压坏、损耗，归茶铺。该写，该写。取货的点清，离手后就是我茶铺的责任。姑娘，请过目。没问题了。小满姐，卖饼还能写成文书啊？写清楚才不容易乱。一式2份，你1份，我1份。这是陈伙计，往后由他去清溪村荒院取饼。有劳陈伙计了。小满姐，这是什么？黄芪能吃吗？是药材，昨日在山里挖到的，今日打算寻个药铺问价。陆大哥，可知道有可靠的药铺吗？知道，城西有一家，口碑不错，我带你去。掌柜，收山货药材吗？收的，姑娘拿来看看，我给你仔细瞧瞧。这批不错，根条整齐，药性足。姑娘，这药材你处理的用心，这黄芪成色好，我按好货给你算，不亏你。这一捆我给你3两6钱银子。这个价格比我预期的还要高。好，姑娘做事利落，往后若还有这般好货，尽管送来，我这边一定按实价收。若是晒得干的药材，价钱还能再高些。多谢掌柜，若再挖到好的，定会先送来这里。你点一遍，账要明白。数清了，多谢掌柜。一捆根子竟然卖了3两6钱银子，
这家掌柜识货，人也实在，给家公道。走，今天赚了钱，我请你们吃面。老板，3碗阳春面。好嘞。您的阳春面好了。这就是阳春面。好吃，又软又滑，还带点劲儿，汤也鲜得很，葱香一冒出来就香得不行，越吃越想吃，根本停不下来。终于能吃上一顿正经饭了。慢点吃，烫。太好吃了，要是顿顿都能吃上就好了。林姑娘，明日我就要去当值了。这么快？休了几日，该回去了。你这边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？荒院这边灶房和屋子都要简单修一修，我自己能做些小活，但有些地方还是得找人。陆大哥，有没有靠谱的师傅介绍一下？村东头的赵木匠手艺稳，做木桶架子都行，还有李泥匠补灶糊墙都熟，做事都踏实，不乱要价。赵伯可厉害了，做的木桶个个结实。我今晚回去帮你问问他们。那就麻烦陆大哥了。陆大哥，这是今日卖饼该分你的。往后不能带你去镇上，所以往后山根饼的分成，你收回去吧。陆大哥，这分成不能收回。为何？这生意不是我一个人撑起来的，后面你去当值，我一个人忙不过来，还需要婶子还要过来帮忙烧火糊灶看饼，长顺也要每日过来搬柴洗木薯帮我分货，婶子和长顺还是要出力，这份分成是给他们的。你想清楚了？想清楚了。好，那这份分成先照旧。那我往后一定要更加卖力干活。林姑娘，茶棚来取饼了。来啦！陈伙计请进，先喝口水吧。有劳了。林姑娘您客气。这便是咱们村新搬来的小满吧？长安昨夜来找过我，说你这边要修屋梁门窗，我们就一早过来看看。灶口、窗墙、屋角漏风的地方，我都能帮你瞧瞧。两位师傅请进。这2根梁有点老了，最好早点换一换。雨一多，怕压不住。门框有些歪，门纱也松了点，夜里风一吹，门关不严。窗框得加固，缺的窗帘补上。屋檐下那几块木板也要重新钉牢，不然雨天还漏。这灶口裂得深，烧火容易跑烟，砚道也漏。窗宽和墙角得重新糊一层泥灰，不然冬天风直往里钻。两位师傅看着，要怎么修才稳？那就不能只补表面，得结实些。灶房火要稳，烟要顺，做吃食的地方不能今天补了，明天又裂。您说的是。更换2根辅梁，修门框，重新装门刷，加固窗框，补窗棂，再把屋檐下松动的木板钉牢。木料加工钱一共1两2钱银子。补灶糊墙，修窗关，2日工，连泥砌边，夜夜回料，一共万文。可以，陆大哥介绍的，我信得。姑娘爽快，我们也不会糊弄你，今日就能开工。赵叔，木条放哪儿？先搁门边，别挡路。好嘞。小满，帮我扶一下。好嘞。窗框加固以后，风就不容易直灌进来了。那以后烙饼火也能稳些。你这姑娘，修屋子还想着烙饼。这院子现在就靠饼撑着。火从这儿进，烟该从那儿走。可你这烟道漏，灶口又裂，火烧起来一边旺一边虚，灶修顺了，火就稳了。两位师傅忙了一上午，
先垫垫肚子。这怎么好意思？我们带了干粮，不是什么金贵东西，就是几张饼，趁热吃，凉了口感就差些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这饼边微脆，里面软糯，野葱香混着淡淡回甜，香啊！外头香，里头软，吃着不噎嗓子。灾年里能有这口，真不错。这还是普通的，小满姐还会做油香饼，更香。林姑娘，你这手艺真能养活人。要是今年田里也能像你这饼一样争气，大家日子就好过了。今年收成是真不好，前头旱后头涝，虫灾刚过去，田里又闹大红虫。大红虫？小满，你刚来，怕是不知道，那玩意儿就是水沟到田里到处爬的，壳硬，青黑里透点红，2只大钳子，家人可疼，还会打洞。田埂被它钻的全是眼儿，水一漏，秧苗就遭殃。雨后最多，一片片从沟里爬出来。你拿木棍赶，它还举着钳子给你横。不光家人疼，它尾巴一卷一卷的，跑得还贼快。它是不是身上一节一节的，尾巴像扇子？对，硬壳大钳打洞，稻田水沟，这不就是小龙虾吗？这些都是刚摘的嫩野菜，回头剁碎了拌进饼里正合适。你们这是在说大红虫？怎么又提起那东西了？婶子，你也见着大红虫啦？怎么没见着？我摘野菜回来路上，顺路往村西田边看了一眼，水沟边全是，田里到处钻，看着就烦得很。我就说吧，这东西今年又要祸害田了。那东西又脏又横，家人还疼。前几日才清过一回，今日又冒出来。婶子，这大红虫哪里最多？就在村西那片低洼田，那边沟多水也浑，最多了。村里有人吃过吗？没人正经吃。灾年饿极了，有人烤过2只，说腥得很，肉也没几口，后来就没人碰了。那玩意儿就是个祸害，又脏又硬，谁吃那个？腥是没土泥，不好吃是没人会调味，这简直是老天爷送到眼前的赚钱机会。婶子，我想去看看。那玩意儿凶得很，可不兴乱碰。我带路，我知道村西哪块田最多。小满姐，走这边，进。这边又钻了一个洞，快拿竹夹，把他们都夹出来。小满姐就在前面。过去看看。你别离太近，他真会夹人。我知道。真的是小龙虾。这鬼东西年年祸害田，得拿去烧了。刚毒好的田妖又让他祸害了，秧苗本来就弱，再让他折腾，哪还有收成？小满姐，你看，就是这个，夹人可疼了。你看，他还敢凶你，活蹦乱跳，新鲜的很。这还夸他？个头不小，数量也挺多。水沟里泥这么重，得先让他们吐吐泥，再好好刷干净。等我一上手处理，保准把这帮古代人馋得不行。长顺，把你的小竹篓拿过来挡一下。他不会爬进来吧？你拿稳就行。林婉儿，你看这晦气东西做什么？小满姐就是好奇。这玩意儿夹秧秧根钻田埂，还堵水口，怎么清都清不干净，丢也丢不完，真是让人烦透了。你们清出来的，平日都不要。谁要这东西又腥又脏，壳还硬，抓它还得防夹手，费力不讨好。林婉儿，你可别碰，夹一下疼得很。那这些能不能给我一些？小满姐，你要这个？林婉儿，这东西真不好吃，泥腥得很。你要是想找吃的，还不如去挖野菜。我知道，拿回去试试。你若不嫌，装走就是，正好少到一趟远沟。真装啊？装。别夹我，别夹我，别夹我！今天的收成还不错。小满姐，他们不会爬出来吧？扎紧就行。我觉得他们在瞪我。他们现在忙着活命，没空瞪你。
今晚先让他们吐泥。吐泥？想吃干净东西，第一步就是让他先把脏东西吐出来。小满姐，你真要吃它呀？我会保证你嘴馋。我才不馋这个呢。小满回来了。赵叔、李叔，今日辛苦了。今日尺寸都定好了，屋梁、门框、窗框也都看准了，明日换梁加固，后日再收尾。灶台修好后，明日再把墙面补上。好。小满，你还真把这东西带回来了？你拿这玩意儿做什么？李伯，他们一路都在想，我感觉他们想造反。我先试试。那你仔细些，别被夹着手。你这丫头怎么还真弄回来了？婶子，我想试一锅。这东西能试出什么好来？能。既然这么有把握，那就按你说的来。婶子，您家里有没有姜蒜、花椒、柑橘泥？再有一点豆酱或者酒糟就更好。你要这些做什么？这道菜的辅料。那东西还能用上这些料？料用对了，新东西也能香。行，那你等等，我回家给你拿。还挺精神的。水沟里捞出来的东西，第一步不能急着下锅，先吐泥，把肚子里的脏东西吐干净。盐能逼它吐，酒能压一点泥腥。壳缝最藏泥，腹部最脏，这里刷不干净，怎么煮都有腥味。这条脏线必须去掉，吃进嘴里发苦发腥，坏一整锅味。头不能乱用，香味也在这里。脏的去掉，鲜的留下。处理起来确实麻烦，但做好了，那味道绝对让人忍不住一口接一口。这东西泥腥重，香料不能太轻。姜蒜去腥，花椒提麻，茱萸出辣，豆酱给底味，酒骚水收腥气。油要够，香才挂得住。灾年里油金贵，但这一锅要压腥，不能太省。油不够，香料出不来，壳也炒不亮。先把底香逼出来。先炒到变红，壳里的腥气才会散，香料也能钻进去。现在才是真正出味，不能直炒，得焖，壳硬，味要靠汤汁慢慢进去。火不能太小，香气进不去，也不能太猛，汤干了就糊。最后下葱叶，香气才轻，不会被焖没。终于成了，真鲜啊！慢点吃，这还有呢。小满姐，是不是你来了？我闻到香味了。你这丫头，夜里做什么了？怎么香成这样？进去再看。小心烫。姐，这就是你说的好东西。大红虫，这就是你说的是一锅？事成了。可他白天还在田里举钳子凶我。我活这么多年，还是头一回见有人把这东西做成这样端上桌。别急着剥，先学第一步。
先嗦一口汤汁，这一步最美味。这汤汁这么香，这味儿真是绝了。再来第二步，抽尾肉。这咋了？难吃？这不是虫味儿，那是什么味？香，特别香，有点麻，有点辣，肉还弹，比鱼肉紧，比泥鳅香，比我吃过的所有东西都带劲儿。它怎么能是这个味儿啊？婶子，你也试试味道。娘，好吃吧？这真是那大红虫，就是今日田里奇带回来的那篓。它怎么能香成这样？土泥刷洗去脏线，再用姜蒜、花椒和治鱼压腥，腥下压下去，鲜味就出来了。小满姐，这个我还能再尝一只吗？你也想吃？他已经尝过了，连小黑都比我先吃。有点辣，但越辣越想吃。这香味厚，吃着不腻，那点麻味儿还吊着人，怪不得停不下。小满，这真是我吃过最出奇的东西。不只是出奇，是最好吃，比阳春面还好吃100倍。今天是谁说不馋的？小满姐，我收回那句话。没出息。娘，你也没少吃。我这是替小满尝味。小满，你这味道比镇上酒楼的招牌菜还要好。沈家去过酒楼？我年轻时跟人去过一回，后来也听村里人说过，什么红烧鱼、酱焖肉、香酥鸭，名字叫的好贵，普通人家1年都舍不得点一回。可那些菜未必真有多稀罕。我看啊，镇上那些招牌菜不及你这大红虫的1/10。这个要是端上酒楼，肯定一桌人抢。婶子，那如果咱们把这个菜卖给酒楼呢？卖给酒楼，那是不是能赚很多钱？你想的是好，可酒楼能要这东西吗？他们一听是大红虫，怕是连门都不让进。那就想办法，只要让他们吃上一口，保证会被抢着要。毕竟酒楼看重的无非就是味道、稀奇和利润。利润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他们花少钱买，卖出去能赚多钱。那这个利润肯定大，村里人都不要，咱们拿来不花钱。你倒算得快。长顺这话没错。第一，大红虫现在没人要，大伙儿都嫌它祸害田，清出来也只是丢远沟，他们巴不得有人带走。这倒是真的。第二，酒楼的客人多半不缺这几口粗粮，他们更看重的是稀罕味、肉感和香气。这道菜有肉还有香，吃起来格外过瘾。过瘾，特别过瘾。第三，做法复杂。土泥、稀耍、去脏线、爆香焖煮，再加上火候和辅料，普通人就算知道能吃，也未必做得好吃。越麻烦，旁人越不好学。对，越不好学，越容易变成酒楼招牌。可哥不在，我们自己去镇上吗？后日是赶集日，人多安全，不碍事。这么大的酒楼，真会收大红虫吗？不是，怎么知道？小满，这事儿真的能成吗？来都来了，还是老味儿，没什么新鲜的。听说隔壁街新开了一家酒楼，菜式比这边多。下回去那边试试。掌柜，昨日新推的香酥豆腐也没几个人点。新菜不买账，老菜吃腻了，乘客也少了。再这么下去，福满楼这块招牌迟早要砸。刘大厨那边还有没有新菜？刘大厨说能上的都上了。实在没办法，只能真花大价钱去外地请厨子了。三位客官，想吃点什么？我们找你们掌柜卖东西。卖山货去后巷，别挡正门，我们掌柜忙着呢。我们不是来卖杂货的。我有一道菜，想让你们掌柜试试。姑娘，我们福满楼有大厨，用不着外头人教做菜。你都没吃过小满姐做的菜，怎么知道不行？一个乡下丫头还能做出什么好菜？你们掌柜若正在为生意发愁，就该试一试。赶紧走吧，别耽误我们生意。你说什么？这几个乡下来的，说有菜要给咱们酒楼看。你会做菜？会。什么菜？我看周掌柜酒楼里有些冷清，近日应当也在为此发愁。若有一道新菜，既稀奇又下酒，还能让客人吃了记住，掌柜愿不愿试？
口气倒不小。你凭什么说能让我生意变好？凭味道。那到底是什么菜？大红虫，这不是田里那些脏东西吗？谁家会吃这个？你们拿这东西到酒楼来，不是捣乱吗？你没吃过，怎么知道不能吃？这种肮脏之物还用吃？赶紧拿走，别吓着客人。掌柜，别人嫌它脏，是因为不会处理，不会做出好味道。掌柜，别听他胡说，这东西真不能进咱们酒楼。若我让你进厨房，你真能把这东西做成菜？可以。掌柜，这是做什么？让它是一道新菜。哼，拿大红虫试菜。掌柜，咱们福满楼再难，也不至于让这东西上灶吧？刘师傅说的是。掌柜既然让我试，那这道菜由我来做。若入不了你们的眼，我自己认。哼，一个乡下姑娘，还想在我福满楼后厨教我做菜？掌柜，请你和大厨在外稍后。怕人学？对，掌柜想要新菜，就该知道新菜最值钱的地方，不只是食材，而是做法。若做法当场被人看去，我今日就没有来的必要了。可以，偏灶给你用。刘大厨，你先去前头看看菜。掌柜，只是试一道菜。成，那我就等着看看他能把田里的祸害做成什么花样。你也出去。是。婶子常顺，你们帮我守着门，不要让人靠太近。放心。交给我。这是刚才那大红虫？是。看着倒是像那么回事儿，可光好看未必好吃。是啊，看着是可以，但谁知道入口是不是一股腥味儿？掌柜尝尝就知道了。这菜不能像吃鱼肉那样夹，先拿一只，轻轻嗦一口壳上的汤汁，再吃尾肉。若想味道更足，可以蘸一点盘底汤汁。掌柜，怎么样？是不是腥？很难吃？酱香后蒜香足，花椒微麻，茱萸带辣，肉质紧实鲜甜，没有预想的泥腥味，好吃。这菜太过瘾了。掌柜，也许只是香料盖得重。刘师傅可以自己尝。如何？这味道怎么可能？这田里的祸害竟然能有这般味道！刘师傅，连您都说好，那我也尝一只。这也太香了！我早说了，小满姐做菜很厉害。哎，吃一只就够了吧？林姑娘，这道菜你打算怎么卖？林姑娘，我愿意出钱，把这制作秘方买下来，50两，你看如何？50两，100两，100两。掌柜，我卖的不是虫，是一道能救你们酒楼命的菜。这东西新鲜，镇上没人做，客人一看就好奇，肯定愿意点。而且它下酒，刚才你也吃了，一口接一口，停不下来。做法也不止一种，酱香的、麻的、辣的、蒜香的，还有酒糟焖的，换着做，客人每次来都能点点新花样。这要是都做出来，不就能写一整张新菜牌了？不过这东西也不是谁都能做好，如果处理不对，味道就全毁了。只要味道稳住，这菜能一直卖钱。掌柜，你说这道菜能不能救你们酒楼的命？好，我买了。掌柜，除了秘方之外，还有一件事。姑娘，请说。大红虫的货源必须由清溪村统一供应。这东西田里到处都是，谁抓不是抓？若谁抓都行，这道菜就做不稳。林姑娘，请细说。这东西看着简单，吃讲究不少。若是随便抓来，品质参差不齐，味道自然也不稳。有些处理上的门道，没人会知道，否则大红虫也不会泛滥到满地都是。这话没错。所以大红虫不是随便抓来就能用，要有人统一把关，才能保证每一批都合格。清溪村这边我可以负责教他们怎么做，保证送来的都是能用的货。你的意思是清溪村专攻福门楼？对，
我们处理好了，给你们送过来。合格的大红虫，1斤10文，活货，个头足，品质好，送到酒楼直接可用。这个价不高。若真能做到这样，10文1斤，很值。好，就1斤10文。掌柜，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小满姐，你真的太厉害了，比我哥还厉害。1斤10文，这消息要是传回村里，怕是人人都要去抓了。婶子，这事儿回村后还得跟李正好好商量一番。好。李正，在家吗？哎呦，贵芳小满来了，快进来，快进来。李正爷有大事。你这小子一张嘴就是大事。李正叔，我想跟您谈田里大红虫的事。哎，这玩意儿最近可把人折腾坏了，又是哪块田遭殃了？这回不是坏事。李正爷，这东西能卖钱？啥？这祸害还能卖钱？走走走，进屋说。李正叔，我们去了镇上的福满楼，把大红虫做成菜给掌柜尝了。一开始掌柜还嫌弃，说这玩意儿谁吃啊？结果一口下去，筷子都停不下来。我跟掌柜谈好了，我们村给他们供货，按1斤10文收。10文1斤？就田上那红虫子？真的，小满姐做出来那味儿香得很，掌柜都吃愣了。大厨也说好。小满啊，你这是给咱们村找了条活路啊！酒楼是10文1斤收，但不能谁抓了谁就往镇上送，死的、小的、带泥的混进去，一旦被退货，这门生意就断了。对对对，人一多最怕乱套，所以我想由村里统一收，统一轻重处理，再统一送去福满楼。村民交来的合格活货按8文1斤结算，剩下2文，1文归李正叔，算称重，记账安排人送货的辛苦钱；1文归我，算教大家怎么处理，还有我牵线这门生意的线。这生意是你带回来的，你只拿1文是不是太少了？我拿多少不打紧，关键是大家都能有点进项。好，好，这事儿我替乡下人谢谢你了。一来能卖钱，二来还能把田里的祸害清一清，秧根也少遭罪，这可是两头都站着好。这事儿得赶紧告诉大伙儿。富贵，进来一下。爹，啥事儿？去把各家各户都喊到村头来，有大事宣布。好嘞，爹。李正把人都叫来，这是又出啥事儿了？不会还是那大红虫吧？这阵子可把人烦死了。快来快来，是好事儿！你小子别吊人胃口，到底啥好事儿？嘿嘿，等李正说，保准你们乐开花。大家伙儿先安静一下，听我说两句。今天把大家叫来，是有个能挣钱的事儿。这事儿是小满给咱们村谈回来的。镇上福满楼要收大红虫。啥？大红虫那玩意儿也有人要？酒楼收那祸害干啥？不会听差了吧？没听错，能做菜，香得很。你小子是不是饿狠了？大红虫也说香，我亲口吃过，比我过年吃过的猪肉都香。小满已经和福满楼那边谈妥了，合格的活货统一按10文1斤收。大家把大红虫交到村里，我们按8文1斤给大家结算，扣的2文是我和小满的辛苦抽成。8文1斤，这不是白的钱吗？还能换钱？我家水周边一大片，这下可有赚头了。这钱不是随便赚的，要想一直卖，就得守点规矩。具体收购要求，我回头会跟你们说清楚。我今晚就去田沟里抓，俺也去。我家那片一洼地多得很。大红虫是我们自己下田抓的，卖了钱还要被抽走2文，这算什么道理？他又来了，哪有好事他不挑刺？这门生意是小满带回来的，没有他，这大红虫还是田里的祸害，谁能卖出去？小满和李正这么辛苦帮大伙，才各拿1文，这已经很厚道了。换别人早自己闷声发财了，哪还告诉咱们？给你们点好处就乐得不行，一个黄毛丫头，你们就甘心跟在他跟头转？你若觉得不划算，可以不掺和。对，不愿意就别参与，我们愿意。8文1斤已经是白捡的钱了。哼，一群没见识的，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。小黑都嫌你嘴碎，一只晦气黑猫也敢冲我叫，呸！小黑回来，看什么看？晦气东西！哼！行了，
今日先回去准备竹篓木盆，明早到村头称重。记住，只收合格的活货。记住了。大家伙有想抓这大红虫卖的，过来这边，我给大家说一下详细的规矩。小满姐，明天大家肯定能抓好多，1斤8文，要是抓10斤就是80文。你先别光顾着算钱，先想想别被夹上手。我有这个。长顺这小子算盘倒打得快。李正叔，村里有没有田地要卖？你想买地？既然要留下，总得有一片能踏实种东西的地，总不能一直像扶贫一样。好田倒是少有人卖，灾年里田就是命根子，谁家都舍不得。不过村西山边倒有一片荒地，主人家正好想卖。那地不好吧？靠山，土薄离水也远，原先种过几年，收成不大行，后来就荒着了。土薄离水远，那不好侍弄。就是这个理，所以价格倒是不高，可一般人看不上。荒了多久了？2、3年了，草长得倒不少，边上还有几棵老树。我想先去看看，再决定。成，明日我带你去。若你真想要，我帮你说个实在价。多谢李正叔。你给乡亲们带来这么大的进项，我帮你看块地算什么？明早村头收货，我得先回去把秤和账本配好。辛苦李正叔了。应该的，明日一早咱们村头见。小满，我带长顺顺道去他二爷家看看。小满姐，明早我去找你。终于算是在这里踏踏实实活下来了。小黑，我们的家终于像个样了，往后的日子越来越有盼头了。一个外来的丫头片子倒会装好人，还有那黑猫晦气东西，冲谁哈气呢？8文1斤就把你们哄住了，一群没见识的，这日子过得连口热饭都没有。